己，欢迎您来到台湾阿嬷的芭比时代。环顾我们的生活周遭，食衣住行各个面向上面存在异国元素，已经是一件不足为奇的事情。但是异国，尤其是西方事物，大量进入台湾人的生活场域，则是从日本时代开始。就饮食这个面向来说，在日本时代之前，虽然有西方传教士或者是商人带来西洋食品，但是当时候它并未形成一种消费的行为，或者是作为一种消费的对象。而专门贩卖西洋食品或者料理的店家、餐厅，也是要到了日本时代初期才开始出现。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在日本时代，西洋料理如何来到台湾，以及西洋料理在台湾的面貌和台湾人与西洋料理接触的情形。我们都知道，日本在1870年代开始推行明治维新。在明治维新当中，日本试图透过现代化与西化，将日本人改造成一个现代化的民族。而推行西洋料理也是现代化工程的一部分，并且西洋料理是在日本上层社会获得普遍接受之后，才继续往下普及的。所以洋食的普及呈现了一种从上而下的一个过程和现象。简单来说，西洋料理是上层阶级的饮食选择，也是力量、权力、经济力和社会地位、教养的象征。时间来到1895年，台湾成为了日本的第一个殖民地。随着殖民统治，日本官员与商人来到台湾，开始有日本人来台开设西洋料理屋，进而带动了西洋料理在台湾的发展。不过，西洋料理在台湾所呈现的面貌与日本并不相同。日本人来台开设西洋料理屋，大多是仿效了当时在日本国内西洋料理屋的名称，例如知名的西洋轩和金养轩，便是当时日本东京知名度颇高的西洋料理屋。台湾也可以找到相同名称的店铺，且大多数是由日本人所经营，这透露了西洋料理屋从日本来到台湾的一个脉络。西洋料理一词其实是日本人的称呼，台湾人则称之为西洋菜。在一则台湾日日新报上面的报道，我们可以看到，日治初期最著名的西洋料理屋则是台湾楼。台湾楼开张于1895年的12月28日，它比西洋轩还更早了1年。除了本店之外，台湾楼在圆山公园还设有分店，同时设有凉亭、澡堂等，供应轻便的洋食、酒类和茶点。台湾楼在1900年便号称能够办理300至500人的宴会，因此其规模可见一斑。前面提到日治初期的西洋料理屋，大部分是由来台日本人所开设。那么在这些西洋料理屋当中，除了日本人之外，还会不会有其他国家的人在这里头工作，担任厨师或料理人的角色呢？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一则1903年台湾楼的记事。在这则相关台湾楼的记载当中，如台湾楼的厨师当中，就包含了一位日本人和原本在神户工作的美国人。因此足以证明，在日治初期的西洋料理屋当中，除了日本人之外，还有可能有其他国籍的西洋人参与其中。顺带一提的，在这则记载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台湾楼的洋食是以美式食品为主。日治初期西洋料理屋虽然大多是由日本人开设，由日本人所带来的
日人厨师或是洋人厨师担任料理人的角色。但是这些厨师、料理人也有可能自行创业，或转到其他的料理屋去。因此，料理屋便在这当中扩散到台湾的其他地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基隆、淡水，甚至于台湾南部的屏东，都可以看到由日本人经营的西洋料理屋。刚刚我们提到，在西洋料理屋当中，有日本人厨师和美国人料理人。那么这些厨师、料理人，他又为我们创造了哪些西洋料理菜色呢？很可惜的，在台湾对于当时候西洋料理屋的菜单，并没有留下太多具体的可靠的记录，于是我们很难知道当时候的西洋料理屋当中到底卖了什么样的东西。不过我们少数可以知道的是，比方说这些西洋料理当中含有牛肉泡、面食。大家可以想想看，牛肉泡是什么样的东西吗？是牛肉丸呢？还是汉堡肉呢？还是汉堡排呢？或者又是牛排呢？而面食，它真的是面食吗？其实有趣的是，牛肉泡就是我们现在经常在西餐厅享用的牛排。那么面食呢，其实并不是意大利面，而是比方说像是海绵面包，或者是由米和麦所制成的面包之类的东西。那么这些面包呢，它还可以跟红酒、葡萄酒、白兰地一起享用。换句话说，日治时期所称为的西洋料理，其实不一定是指主食正餐，还包含了米面粉所制造的各式西洋点心。此外，西洋料理屋其实也兼卖西洋点心和冰淇淋等。例如，台湾楼在北门的本店，就还贩售了面包、西式点心，甚至于冰淇淋。那么，刚刚我们所提到的西洋料理，可以在哪里吃、哪里卖，又或者它卖多少钱呢？正因为当时候的西洋料理，并非指正襟危坐所享用的正式餐点，而是包含了面食类在内的简易食品，所以呢，在西洋料理屋以外的地方也可以买得到。比方说食堂式的简易洋食店，又或者是设在火车站里头的西洋料理屋。因为西洋料理屋所提供的餐点是相对简易的食品，所以与本地的茶楼、酒楼相比是不算昂贵。比方说，1907年台北的西洋料理屋所卖的餐点，每份15钱左右，跟1905年、06年本地酒楼的料理价格相比较，一道料理大概40钱到60钱，一个圆桌坐10个人计算的话，一个人必须要负担40钱的餐费。那么当时候的工人薪资呢，每天也不过30到70钱左右。因此，日治初期一般所说的西洋料理屋所卖的西洋料理，并不因为它标榜了西洋2个字而成为高价昂贵的食品。刚刚我们所介绍的是相对平价简易的西洋料理。那么同样是西洋料理，其实仍然存在着价格上的差异。除了中低价位的西洋料理屋或者是简易的洋食堂之外呢，日治初期也有由官方所开设价格相对昂贵、相对高级的西洋料理屋。日治时期，台湾最著名也最高级的西洋料理屋，是在1908年时，由于台湾纵贯铁道的开通，
而开设的台北铁道旅馆里面所提供的西洋料理呢，是台湾当时最高价、最高级的西洋料理。那么铁道旅馆呢，它的建筑外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资料照片，从外观上面可以看到它的建筑呢是以西式为主，那么里头所提供的料理呢也以西式为主，价格上呢也十分的昂贵。比方说1917年的价钱来看，早餐一份就要1元，午餐一份也要1.50元，晚餐更加昂贵，需价2元。比起其他的西洋料理屋，是不是相对的昂贵许多呢？接下来我们看看到底是哪些人会进出如铁道旅馆这样子的高级料理屋呢？铁道旅馆呢是日本人接待外国宾客或者是统治阶层频繁出入的重要场所之一。那前往消费的人除了日本官员之外，也有许多的台籍富绅，比方说像林献堂和板桥林家的林雄光等人，都经常是铁道旅馆的座上宾。铁道旅馆之所以成为重要的日本官绅和上层人士的宴客场所，主要是源自于日本官方对于西洋料理的重视。日本官方呢，在1873年时就曾经宣布，国家的重要晚宴，国宴必须要采行西式餐宴，因此呢，西洋料理和西洋料理的礼仪都是日本上层阶级必须要学习和熟悉的。且当时呢，日本国宴当中所采行的所谓西洋餐宴，主要是指法国菜。所以其菜单主要是仿效19世纪西方外交晚宴的一种惯例。不晓得大家是否听过近年来相当知名的一出日剧《天皇的御厨》。这出剧当中呢，非常写实的写照了日本政府日本官方在国宴当中重视西方料理的情形。当中的厨师呢，他为了精进自己的料理，于是呢到了法国去学习。之后呢，为了报效国家，回来当了天皇的御厨。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借由厨艺对于国家的外交有很大的贡献。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陈玉珍教授他的对于日治时期台湾的西洋料理的一篇研究论文当中，揭示了1915年、1916年的2份台湾总督府晚宴的菜单。在菜单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项的料理。那么这些晚宴料理呢，极有可能是采行法国料理。各位同学，我们是不是来看看这个菜单当中，哪些是法国料理呢？那这个问题呢，就留给各位想一想喽。如前面所述，日治初期的西洋料理可分为2种，一种是平价简易的西洋料理，另外一种是高级昂贵的西洋料理。而简易平价的西洋料理呢，由于菜色混杂以及提供场所在车站或者是简易食堂，因此呢，一般的民众呢，并不能从中的消费行为当中学习到关于西洋料理的正式的礼仪和规范。另一方面，高级的西洋料理呢，由于受到阶级以及经济力的限制，于是也并非一般人所能经常进出的场所。因此，本地大部分的台湾士绅仍然选择本地酒楼作为宴客交际的场所。时间来到了1910年代，西洋料理的营业场所有了逐渐的转变。除了在食堂料理屋以及高级西洋料理店，比方说
台北铁道旅馆这样的地方之外呢，从1910年代的初期开始，出现了另外一种新的营业形式、营业据点，就是咖啡馆。1912年12月，在台北新公园内开设的狮子咖啡馆当中呢，它的餐点呢，名为咖啡馆，可是餐点方面不仅供应咖啡或茶，也包含了酒类、面包、奶油，以及许多我们前面所提到的简易西式餐点，是1910年代在台湾能够品尝西式料理餐点的重要据点之一。1927年的一篇报道当中指出，在基隆热闹的港式西式餐厅、咖啡馆，正逐渐取代昂贵的西洋料理屋，成为受到民众欢迎的消费据点。而这些场所呢，同时提供了日本和西洋料理。日本官方活动是日治初期台湾人接触西洋料理的主要场合。比方说，1900年由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举行了洋文会。这次的会议洋文会中，宴请了全台举人共生。该次宴席由总督以及当时的民政长官后藤新平主持，以西洋料理方式进行。这应该是绝大多数与会的台湾儒生第一次的西洋料理经验。日治中期以后，随着西洋料理屋和西洋食品经由简易的西洋食堂，或者是咖啡馆，而扩大了台湾人可以享用西洋料理的版图，因此也越来越多的台湾人有机会接触到西洋料理。尽管如此，并非人人都能喜欢西洋料理、亲近西洋料理。比方说，曾经当过保证的张立俊就曾经说过：“西洋食我本不合意。”综合前面所谈的，台湾人消费西洋料理的时机有以下几点。第一点，是与日本人的会议和交流活动；第二点是聚会或者是联谊；第三点是个人休闲与尝试新事物；第四点呢，则是纯粹的用餐。换句话说，西洋料理在日治时期的台湾，并没有形成一种显著的餐饮形式。虽然初期西洋料理屋随着日本人来到台湾而被引进，但是除了在铁道旅馆之外的高级餐厅，因为没有办法在本地的酒楼或者是日本料理的夹缝中得到生存，于是呢就转型成为更简易平价的餐点形式，经由简易食堂或者是车站当中的西洋料理屋，又或者是咖啡馆来贩售。那么到了1920年代之后呢，因为咖啡馆成为了知识分子或者是文人的重要的聚会场所，也因此呢间接的成为享用西洋料理的重要据点。不过情况也仅止于此，除此之外，西洋料理其实就很难再突破上述的瓶颈，而再往下渗透到大多数的台湾庶民的日常生活当中。本单元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谢谢大家。